嘿，大家伙早喽！4月6号星期天，好久没有来这儿跑步了。上一次来这儿还是大阪马拉松，我左边这公路就是大阪马拉松行进的路线。看这儿有一个巨大的唐吉诃德，为什么来这儿呢？看到没？这儿就是大阪造币局这一片樱花。还行吧，看看花的状态。如果这时候来玩还来得及啊，还没有绿色的芽儿一点点，可能我判断还能开几天。那儿就是大阪造币局，它里边那条路是要预约才能进去赏花的。一会儿前边过马路，咱们过去。看，我们到了造币局门口，就大家来赏花的话，这个正门反而是出口，就要从那边进。就你看，这两条路，这一条一直过来，它有分叉的小路，从那边一直走到这边，赏花就结束了。但是我感觉这里边的花和外边的差距不大，而且我特别推荐大家晚上来。就我现在脚下这条路，咱们下去看。这条路是看夜樱的，晚上会有灯光，然后会有吃的，会有夜市。看没？其实和那条要预约的路就隔了这么一个栅栏，这边是随便的。可能唯一的区别就是那里边的树维护的好一些，然后茂密一些，同时可能会有一两株不一样的品种。但是总体看，大阪这些地方的樱花还都是以这种浅色的为主。像那个早樱，3月份就开的，就那叫合金樱，在那个地方叫店，在大阪和京都中间偏京都一点，就是那个赛马场那儿是那种特别红的粉红的樱花，特别好看。但是最近进入这个开花的季节，鼻子又不太行，过敏性鼻炎，再加上天气还有点凉，今年可比去年冷。我记得去年这时候这儿开樱花的时候，我出来跑步已经穿竞速背心了。你看里外差别不大的，这条路推荐晚上来或者大晴天的时候来。你看前面全是小吃店，到晚上就营业起来了，它可能白天下午中午就营业了。鸡皮饺子，今天咱们聊点什么呢？今天早上看了一个评论，包括这几天有小伙伴在问，有2种情况。一种情况说，罗哥听了你的内容参考，增加单次跑步的距离，增加跑量，获得了很不错的效果在比赛中。也有小伙伴说，因为时间或者什么的原因，一周只能练3次，最多4次。现在半程马拉松1小时52，这3次训练，一次跑间歇，一次跑节奏，一次跑长距离等等，但是觉得进步缓慢。所以今天要跟大家聊的是，不同的目标，不同的状态，是有不同的训练的逻辑的。就比方说，从增加单次跑量获得收益的小伙伴，我判断大多数时候马拉松成绩可能已经在3小时45以内，或者是3小时30左右，就是已经跑起来了。这样的小伙伴还不太需要很极限的速度训练，因为他的参赛的目标速度其实还没有达到他，就还远没有达到他速度的天花板，反而是在马拉松比赛这个长度上，他没办法发挥一个相对快的速度，因为
肌肉的耐力、肌肉能力不行。先跑一下题，哎，这儿就是参观的门，就赏花的门，从这儿进去，全长你看大约560米，是单行线。这儿上面那个北门就是刚才咱们路过的那个地方。所以对刚才那种类型的小伙伴呢，累积跑量，尤其是增加单次的距离，是可以让自己肌肉的耐受力，或者是更适应长距离的工作。这样的话，马拉松成绩的进步就会变快，并且有立竿见影的效果。而第一种小伙伴，半马1小时52，其实说白了就是还没有入门，刚刚开始能跑。因为我有大概几个月的时间一直在1小时50上下，我知道那个时候的状态，就是觉得自己还行了，可以了。但是其实在过来人的眼里看呢，这个时候其实完全不需要。我给那个小伙伴的回复也是，就是您现在完全不需要间歇节奏 LSD， 完全不需要，反而是需要什么呢？反而是需要累积跑量和保持训练的连续性。不光是他，还有小伙伴也分享说，问我一周只能跑3天怎么办？我说，如果是想马拉松跑出一个好成绩的话，一周跑3天不够。这是我的回答，就是一周如果只能跑3次，不能说完全就不能把话说死，但是能跑出好成绩的概率非常低。而且就算您可以做到每周跑5次，有2天休息，我也认为在马拉松跑进3小时45，甚至可以说3小时30以前，不太需要专门的间歇课的速度训练，它都是锦上添花。但是就这么说，比方说这樱花，像造币局里边的那些樱花，它树比较大比较高，然后花开完以后好看。但是这树如果特别小特别矮，你上面开出一朵多漂亮的花，也不能决定这棵树的观赏价值。而底下这么长的没有花的树干，是马拉松的基础，是跑量，是距离，是跑龄，是整个的有氧能力。像什么间歇啊、节奏这些完全都不需要，因为说白了，间歇您顶不上去，节奏您拿捏不准，因为在这个阶段其实还没有什么跑步的感觉，就是我昨天说的那个话题，就是还不能太好的感受自己的能力和身体。我们看看对岸的樱花，所以对于这些小伙伴们，其实就是要把跑步变成每天的运动习惯就好了。然后呢，想办法让自己在每天的跑步中呢，获得一些疲劳感。就这个阶段，疲劳感是最让人觉得心里踏实的。什么时候需要各种东西组合起来的训练呢？我觉得差不多全马3小时左右，或者3小时以内会开始很需要。因为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我每场好像都累得差不多，到最后都挺顶的，但是成绩提升不上去了。那这个时候就需要去搞一些强度课，把自己的绝对速度往上拉。比方说现在我的1公里的绝对速度差不多拉到3分01了，就是极限速度。那剩下的就是再捅破那层窗户纸。现在我在比赛中可能最快敢用差不多，我跑过最快的1公里可能是3分30多，我就害怕了，就不敢跑了。你可以找一个无关紧要的小比赛去试试突破一下，看看有没有可能，比方说用3分39去巡航，看能巡航到多久。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对我的课题就是为什么我加入了长距离，还有说长距离，这30公里有没有必要？我可以这样说，如果单纯从对身体的刺激来说，对于刚才我说的马拉松在4小时左右的小伙伴，4个半小时，这些小伙伴或者3个半小时跑一次30公里，对自己身体的刺激的作用，就唯物的没有那么重要。但是呢，对心理建设很重要，这是我的态度。而且您也跑不了我说的那种有意义的30公里训练。我说的30公里有意义的训练，就是像我前天那种，或者有些变化的，最后要给自己身体一些压力，这是我认为有意义的。为什么我要说这个夏训我要开始努力把长距离变成35或者40，也是这个原因。就是我们比赛的机会很有限，全力以赴的比赛的机会也很有限，所以时不时要给自己一些类似比赛的压力的刺激。就像我刚才说的，我要在训练中尽可能的就把那层窗户纸捅破。比方说，我在某一次不经意的训练里跑35公里，假设我做到了最后我肯定不会匀速去跑一个很快的35，就说前面那训练吧。我下一步的计划可能是某一次跑一个35公里的减加速，把最快的放在30到35，靠这个去适应自己的身体，去让自己身体感受。慢慢的，我在比赛中的巡航速度就能稍微拉高一些。就大家可以在脑子里想象2根线，一根线是你速度的天花板，另外一根线是你的比赛速度。那这2个速度越接近，你的马拉松成绩越好。提升天花板这个事情靠间歇，靠强度，让它接近这件事儿靠提升 LTR， 就是提升乳酸阈值的配速，就是跑一跑行与不行的，或者去顶一顶自己的阈值的状态。那你就明白了，就大部分正常健康的成年男性，这个速度天花板应该都在4分以内，可能差不多在3分50，就您全力跑一个1公里，差不多。或者训练有素一点的，就跑得多一点的，还没有做速度训练的小伙伴们，也许可以跑到中考的100分，比方3分45或者3分40。这样的话，其实您的冗余非常多，就不太需要太多的速度训练去拉高它。您现在想的是，比如您要破3，那就是把第2根线拉到4分16，对吧？等您第2根线拉到4分之6，慢慢的逼近2小时50，就拉到4分，你就发现，哎呦，不够用了，就是我的巡航速度太接近我的速度极限了，我受不了。那这个时候，就是它也不是说这段时间就加强这一个，下段时间加强下一个，它都是交替上升的，只不过某些类型的训练做多了，一种上升的快，一种上升的没那么快。你这么想这个问题就释然了，对吧？所以我现在用了去年1年的时间，1年多的时间，跟跑团的小伙伴们训练，我的绝对速度上升了大概15秒。但是呢，去年这1年我的阈值什么的练得少，长距离练得不够多，也有，就是也不少，但是对我的目标来说不够多。所以我的这次大半马拉松，我的平均配速提升了4秒到5秒。就3比1的关系。那今年这个夏训，我把长距离干起来，速度维持住，也许我这一个夏天能再提升3秒或者4秒。我要试试340上下的配速去跑马拉松了。来看看这朵，这棵不是这朵，这棵树好像比较特殊啊，这个是特殊的品种。看没？你看它就跟别的不一样啊。这马拉松训练真的就像一棵树的成长，得先把根基，然后树干、树枝长好，树干长粗长高，树枝长得
怎么说四通八达，或者是蓬勃一点，这样开出的花才好看，不能本末倒置。在最后举一个例子，就像我的半程马拉松就捅破了之前那个窗户纸。以前我怎么都不敢想用330的配速巡航，这次大阪半马试了一次，我成功了。它就是我的乳酸阈在这一年也有进步，虽然没有速度能力进步的那么大。在下一步就是全马的较量了。行吧，我再兜一圈，我今天就回去了。今天轻松跑，调整身体。4月6号星期天清晨6点55，今天结束了早，因为跑得少，轻松跑了一个13公里，平均配速5分20，心率138。今天是一个调整的一天。其实你看，前天35公里，昨天21公里，今天13公里，那差不多就是35加21是56，再加13，69公里。3天69公里和每天一个21公里差不太多，但是就是这种有升有降，会让自己感觉更就是对身体的刺激更大一些。今天轻松跑一天，明天回到一个正常的量，后天是休息日，轻松晨跑，大后天是周3的强度课。所以就是自己不一定你有一个很长期的规划，就是自己短期内自己看看训练周期，还有工作生活的安排，是不是？今天跟大家分享不同的短期目标或者中期目标需要的更多的训练的内容，并不是说其他的不行，只是说我跑了这些年的一些不成熟的经验。行，那就这么着，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健康平安，咱们下回再见。